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共同富裕上手段，税局查高收入人群；第二，中国开始推动疫苗第3针啊。那么先说这个第一个，中央财经委8月17号举行第10次会议。那么会议提出这个共同富裕的一个政治目标，提出来三次分配啊。第一次分配叫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侧重公平的原则进行通过税收、社会保障等这个进行再分配。第3次分配呢，叫在道德的力量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的捐助进行分配啊。然后这个腾讯第2天马上成立一个500亿的这个基金，那么大家都觉得共同富裕是一个习近平为了连任提出来的一个政治口号，但是大家忘记了一个啊，过了10天，这个政治口号就开始变成了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啊，就是税务总局开始动手。先上几个案子给大家看看啊。税务总局稽查局8月26号公布5宗税务公安联合破获的增值税发票啊，这个发票这个案件骗税案件。最早把这个案件推到了多少？推到2017年。所以你一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操作，政治操作啊。2017年12月，大连破获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38亿啊，涉案38亿。然后去年6月，主犯判无期徒刑，13名涉案人员分别判4到15年有期徒刑啊。对，害怕吧？啊，无期徒刑哦啊。然后一个是2019年4月，江西的这个案件，虚开黄金票啊。那么案值是多少？金额达到多少？达到25亿。然后就是主犯判有期徒刑15年。第3个案子是广西2019年的案子，然后是用这个劳务合同的方式虚开增值税发票啊，这个8000万啊，判这个1年6个月。然后是另外一个是2019年安徽破费旧品这个物资啊，虚开增值票啊，增值税票3亿6800万。第5个啊，最后一个是2018年山东这家公司这个犯罪团伙开了463家空壳公司，向全国30个省11000家企业虚开这个增值税发票，金额达到64亿啊。然后就是这个主犯判有期徒刑10年啊。那么5宗案件总共涉及金额达到132亿啊。然后这个你看一下这个案子时间，你就知道啊，这是凑出来的事儿啊，凑出来的事儿，把这个案子拎出来啊，这个叫什么？叫震慑啊。总共5个案件，涉及是132亿。然后这个稽查局的负责人说啊，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的人员，税务稽查部门正在进行立案审查啊。那么不过呢，这2件事呢其实不搭啊。为什么不搭？他讲的五个税呢，全部都是增值税，5个案件都是增值税130多亿。可是这个跟这个高收入人群的避税行为，主要涉及的是个人所得税，所以是不搭。但是他还拿出来说，为什么？就是要说嘛，就是要说嘛。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要查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查呢？因为要查空壳公司，一个是空壳公司，这5个增值税案件里面
都涉及到一个空壳公司，第二个虚假合同，第三个虚设交易环节，用这些方式来这个骗税啊。那么这就是敲山震虎。26号啊，先来了5个啊，下个毛毛雨啊，然后昨天就来真的了啊，郑爽追税3亿啊。那8月27号，上海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布啊，这个郑爽这个逃税案情况。那么几点，第一个，2019年这个郑爽和《倩女幽魂》的制片人约定，这个片酬是1亿6千万，实际上取得了1亿5600万，少拿了400万。然后就是分成2个部分，阴阳合同啊，片酬是阴阳合同，2个部分，一部分是4800万啊，放到相关的公司，然后就是公司收入啊，然后虚假申报逃税啊。第二部分是1亿0800万啊，然后是这个用增资的方式啊来支付片酬，规避这个监管获得天价片酬啊。然后最后呢，郑爽是逃税是4300万，其他少交税是1617万啊。然后又发现呢，他还有其他的税收啊，其他的这个片酬，演艺收入3507万啊。然后认定啊，这个郑爽偷税224万，少交税1034万。合计啊，就是2019年到2020年未申报的收入是1亿9100万，那么偷税是4526万，还有其他少交税款这个2652万，合计啊，就是要交的税款加上滞纳金啊，再加上噼里啪啦追税2亿9900万，就合计就三亿啊！你看，总共才偷税跟少交税，少交税就是你认为他认为不用交，你认为他要交，就叫少交税。其实偷税总共是他所谓的偷税，就是没有申报4500万，4500万加上罚款，变成了3个亿啊，然后追他3个亿啊。然后这个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广电总局宣布啊，这个《倩女幽魂》的出品方世纪伙伴啊，那么这个郑爽严重违反电视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要求啊，然后就不得播出《倩女幽魂》，各级广播电视网络视频机构不得邀请郑爽参与节目。然后郑爽参与的节目下架，啊，这就是广电总局针对一个议员的动作啊。议员开始，这个郑爽呢就在27号道歉啊，后悔啊，悔恨啊，愧疚啊等这样的一堆道歉的话。然后中国证监会这铁拳就下来了啊，各种铁拳了啊。这个就是广电总局封杀郑爽，一个铁拳打下去。第二个铁拳就是证监会啊，证监会是27号宣布这个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啊，然后就什么虚假转让等等啊，然后对这个北京文化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是对公司和董事长宋歌、董事张云龙等17人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并对副董事长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啊。总之就是搞了啊。这个最早呢，就是最早追税就是从谁开始？从这个豪门范冰冰。范冰冰说：“我就是豪门啊！”这个很有底气，真的很有底气。这个2008年，这个范冰冰当年是被追税8.8亿
你想追税追了8.8亿，那得多有钱？所以经常问他你什么时候嫁入豪门？我嫁什么豪门？我就是豪门啊！这的确也没有，别人也真是有这底气啊。2018年这个，嗯，然后就开始追税啊。就是范冰冰之后呢，就掀起了一场这个艺员啊，就是演员的这个追税浪潮。到了2018年10年之后，又开始搞了一波。这一波呢就比较低调啊，有17个议员被税务局税务机关约谈，包括谁？杨幂、黄晓明、Angelababy、孙俪、赵薇、章子怡、吴亦凡啊，然后就闯过一把，大概就是这样吧。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的3月24号出过一个文，这个文大家都没留意啊，这个文其实很重要。这个文跟这一次的税务总局的这个查税呢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中共很多东西它没有阴谋，它全是阳谋啊。它有一个文，这个文叫《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啊，它的重点内容是几个，第一个，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啊，应收尽收。那原来是应收尽收嘛，原来没这么说啊，现在叫应收尽收。为什么啊？政府没钱了，使劲收税，往死里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然后他就是这么的，对逃避税问题多发的行业、地区、人群，根据税收风险，适当的提高两随机一公开，叫随机抽查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向社会公开，提高这个比例，随机抽查比例。那这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啊。对隐瞒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就是跑到哪儿啊？我印象中是上次是跑到新疆，跑到哪儿去开公司啊？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关联交易等逃税行为，加强预防性的制度建设，加大防控和监督检查力度，然后依法打击涉税的犯罪行为。然后是依托，这个重点来了啊！所以很多网友要明白，这个什么叫集权？这个数字集权工具啊，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多元数据汇聚功能，精准有效打击假企业、虚开发票、假出口骗取退税、假申报骗取税费优惠等行为。这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场行动是跟3月份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厅跟国务院办公厅一起发的这个文是有关系的啊，有非常这是因果关系。好了，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再点一下。习近平在这个8月17号的中央财经委的会议上提出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怎么实现呢？怎么实现呢？我们之前念过一篇文章啊，那篇文章讲，实现共同富裕无非是2个手段，一个手段是靠增量啊，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啊；第二是靠存量啊，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啊。那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下了个台阶，增量越来越少啊，越来越难出现这个增量。那怎么办？那剩下就是调节存量啊，调节存量就是叫什么？就是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那大家这个口号一提出来呢，就马上会引起社会底层的共鸣，很上头啊。那么脑子里的画面全是那种火红的年代啊，这个打砸抢啊。那么消灭剥削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在现在这个语境下啊，
可以说成是各种不合规的利润行为啊，或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啊，都要铁拳啊伺候，没有妥协空间，特别是各种套路、坑蒙拐骗啊、邪门歪道，最好自己把钱交出来啊。那么取这个两极分化，针对这个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呢，那就是什么？那就可以理解成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高盈利的企业，一个是高收入的人群。高盈利的企业就是各个行业的头部的企业。那现在习近平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削平啊，不断的打击他们，敲打他们，什么反垄断啊，各种措施，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高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就是三次分配了。三次分配之前不心甘情愿是吧？那我就造点气氛啊，税务总局就在干这个造点气氛。那现在呢，针对这个高收入人群呢，这些影视明星绝对是理想的靶子啊。那么第一有几个原因，第一收入真是高啊，明星的收入真是高，你看郑爽上来就一年就挣2个亿啊，这一般上市公司做不到啊，这是敲打这些明星，对国库才有意义、有价值。你动不动10块8块的国库没影响，这动不动上来罚3个亿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那个这个什么，范冰冰上来8亿8千万，当然有影响。所以收入真的高啊，对国库有帮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都有一点红眼啊，所以铁拳打下去，广大人民群众心里痛快，敞亮啊，这第二个。第三个，谁没毛病？谁都有毛病，特别是这明星，明星大家都在拿放大镜看，都是有毛病的。有毛病呢就好办了，为什么？有毛病嘛，铁拳打下去，那这个理由很充分啊。昨天我们节目出来，我说这个赵薇被封，无数的人跑过来说，赵薇跟那个谁，跟马云走得很近，赵薇这个割韭菜，哎，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啊。就算是真的，他应该挨这一拳吗？对吧？他这赵薇冲红灯，跟他应该挨这一拳吗？就应该挨这一拳吗？对吧？但是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就是喜欢这种没有逻辑啊，看得过去没有逻辑，但是心里很敞亮的事情啊。你给我无数的，我删掉了很多帖子，跑过来就在讲啊，这赵薇被说成是这个污点艺人，是因为他跟马云走得近，也不能够说他是有污点艺员啊，对不对？这有因果关系吗？所以这是第二个啊，所以只要这些议员都有毛病，铁拳打下去，不管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因果关系，成不成立，没事儿，打下去大家都觉得合理啊。这是第三、第四，这些议员知名度高啊，这一拳打下去是这个震慑力非常的大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把这个议员拎出来打给大家看，啊，震慑力很好，自动投案，哎，那就最好。这不自动投案也没关系，我给你上手段的时候，你别反抗就行，就这意思啊。所以呢，习近平的提出这个共同富裕，一方面有政治上的诉求，啊，政治上的诉求是什么？政治上诉求就是连任。那么另外一头是什么？政府真没钱了啊，那没钱了怎么办？借的共同富裕来敛财啊，想办法弄点钱啊，这是另外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我们就讲，我之前讲这个共同富裕还是杀富济贫啊，那么很多人就反对，说不同意，说中共从来不杀富，杀富，结果我就更正一下啊。习近平的这个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他的共同富裕是杀富不济贫。OK 啊，更正啊。那么另外
另外，这个《证券时报》8月16号报道，7月14号在部署审计问题整改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个总理李克强说这次审计发现了违规倒卖大宗商品、逃税漏税的重大违纪问题而且发现了有高收入人群恶意出让转移资产，逃避这个讨缴高额个税李克强拍桌子说国务院要成立专门调查组，无论涉及到什么单位、什么层次，要一查到底，严肃追责，该罚的罚，该处理的处理，该抓的抓，绝不容忍，绝不手软。对恶意违规的要依法从重打击，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这是8月26号这个会开的是7月14号，所以实际上你看看郑爽这个事儿早就定了的好吧，大体上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讲第二个主题。中国开始推动疫苗的第3针中国疫苗无效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核心表现是什么？没有抗体它没有形成抗体，没有形成抗体呢，就没有办法对这个民众形成保护作用，也就是说，最终没有办法形成群体免疫没办法形成群体免疫，这个疫苗就其实是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但是呢，这个中国一开始第3针说意思就是再补一针因为有些人打完到现在已经有半年时间了那么考虑对3类人群接种第3针疫苗国务院联防机制8月27号开会开了一个这个发布会。那么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郑中伟然后他说了几点。第一个，中核国药、中生北京科兴开展的关于加强疫苗研究的结果发现，2家的疫苗在接种6个月后，抗体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他是说这个接种了这2种疫苗6个月之后就会这个抗体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他就没讲一点，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的下降？比如说正常的抗体应该是100，他打这2种针打完以后只有10，本来是应该有100，结果它只有10那么在这个10的基础上，它还会下降。然后呢，他说2个企业进行了第3针的接种，发现非常安全，和第1、2剂的安全系数差不多然后第3针之后呢，抗体水平快速上升，到了第14天，抗体水平相当于原来的15到30倍，这么好那么那可能原来的这个抗体水平非常非常的微弱，可能10都没有，可能只有几吧然后就是从免疫的角度来看，接种第3针疫苗可以加强接种对疫苗的保护效果。他这个话呢就非常的误导，加强接种对疫苗的保护作用。为什么？因为它就没有保护作用，没有保护作用，你怎么会有提高它的保护效果呢？那么他就说2点第一，对输入风险高的，比如海关、边检、航空、隔离点、定点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免疫功能相对比较低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么第三，由于工作、学习、交流需要，要到境外疫情高风险地区或者国家和人群进行这个接种第3剂的接种。那么是否现阶段要展开对全人群开展6个月后的加强免疫？他们说还要研究然后疾控中心这个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他说了有3个人群需要接种第一个人群呢就是60岁的老人重症率比较高，死亡率比较高他说了3点，60岁的老人要优先接种，一个是重症率比较高，第二就是这些人群需要住院
抢救的比例也比较大。第三就是尤其是有基础病的老人，疫苗要最先优先接种啊。那么国产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果？香港大学7月15号在这个《柳叶刀微生物》的杂志上发表一个论文啊，他调查了1442个接种了2剂疫苗的抗体水平。那么科兴疫苗产生的抗体只有 BioNTech 的1/10，那就是它的水平，就是当它有100的时候，它只有10。我刚才讲的是没有错啊，它就是这个水平。它这个水平在10的基础上，半年之后大幅下降到了几啊？可能到了3，到了4啊。到了3，到了4呢，打了第3针呢，就增加了10倍、20倍啊，也就回复到20-30，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水平啊。智利的研究显示，在注射科兴6个月之后，免疫力大幅下降啊。那么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啊，接种了2针，他说8月份检测抗体已经跌到边缘，就是说，他说再过1个月，就是到了9月份，估计相当于没打过针，就是这个水平啊。那我们就不国药集团目前呢，国药集团和科兴集团都在研究第3针啊，第3针啊。那么我就具体不说啊。然后截止8月26号，全国累计接种20亿了。20亿理论上它的任务应该完成了啊，8月份。但是理论上来说呢，如果接种20亿的话，那群体免疫的效果应该很明显，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大城市接种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人群集中，它非常容易抓一串啊，所以而且如果你以14.11这个人口总数啊，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总数来说，你20亿的接种按2针来算，那覆盖率应该是达到70%。70%的话，理论上如果你的疫苗是有效，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的局部，特别是大城市的群体免疫的效果应该非常明显。但是我们走着瞧啊。那么国家卫健委新增案例32例，本土2例，江苏、上海各1例。他为什么要打第3针？我的想法几点：第一个，利益啊，这个像什么科兴啊、国药啊，这巨大的利益在作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画圆圈要画圆啊，这个中国产疫苗无效这件事情得盖着怎么办？用第3针来把这个圆画圆。第3个就是配合习近平的疫苗外交，疫苗他之前说过2亿要支援出去啊，是无偿赠送还是卖不好说，不知道，但是他说过要出2亿。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各地打疫苗是政治任务，习近平拍的板，这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定的任务啊。那么各地是领了这个政治任务，然后各地方政府调动他们所有的政策工具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各种强制呢，虽然国家卫健委说不能够强制啊，但是实际上中国大地各地没有不强制的地方，全部都在强制啊，这就是中国非常壮观的一件事情，就是疫苗无效，然后全中国人在打疫苗，而且然后这卫健委说不能强制，然后各地全部都在强制到哪里了呢？强制到了中小学开学。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很多地方呢，
把中小学开学跟打疫苗联系起来。第一个，要求中小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打疫苗。现在疫苗已经延伸到了16岁啊，16岁以上就可以打。那现在就是各地打疫苗的资源不足。什么叫资源不足？就是因为他们之前虚报人口，虚报人口，人口是虚的，给他8折，他打不够，人口不够，动员所有的能打针的人，16岁以上全部不打针，不让上课啊，不让上学，而且把这个家里人、父母全联系上，你必须打完，父母打完针，孩子才能上学。这件事情呢，国家教育部就出来说啊，说什么呢？说这个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啊出来说发现个别地方把学生是否注射疫苗，甚至把家长是否注射疫苗作为能否返学的条件。教育部也对个别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发出明确的通知，要坚决叫停。接种疫苗要遵循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啊，讲是这么讲。既然是自行自愿，就不应该把这个接种疫苗和他本人是不是这个作为开学的一个入学的标准。那为什么教育部这个时候突然要打抱不平，说各地不能干这个事情呢？那为什么其他部门不出来啊？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地方政府把这个学生开学、返学和打疫苗关联起来，这件事情伤害了教育部的任务。教育部的政策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开学啊。然后地方政府把这个事情一连起来，地方政府的这个政策不就伤害了他的任务目标吗？所以教育部就出来叫停，必须坚决叫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在采取这个政策之前，没有请示教育部。别忘了，教育部认为他有权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决定权的。你现在不请示他，不申请他，不报告他，他没批准，我当然叫停你，叫停你，而且我有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为什么不叫停？我就叫停。这就是中国的官僚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地方政府会听吗？地方政府当然不听，当然不听，因为马上就开学，两下扛两下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地方政府不听？地方政府领到的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比教育部讲的这件事情还要大，所以他一定是跟政治任务，不理他，假装没听见。大概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的2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就后面其实还有很多，我就不展开说了啊。各地都是在动用所有他们手上的所有的政策工具，从进出小区到去各种公共场合，包括像医院、政府部门等等，只要你们不打疫苗都不让进。总之呢，让你没打疫苗的人寸步难行就对了。中国政府能够做到，就是我让你寸步难行。他手上有3个工具：数字集权工具、警察、暴力工具，还有什么？还有各个覆盖的网格工具、网格化管理工具。这3个工具基本上够了，够让你寸步难行。所以这就是地方政府干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 ，OK， 啊，明谢 ，Oliver 周，谢谢 ，John Snow， 谢谢，建旭，谢谢，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啊。观点。赵薇有没有错？有什么错？先放在一边。就算他犯了滔天之罪，《还珠格格》还是他演，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事实。
这帮人就是当着所有的人篡改铁一般的事实，把所有人当傻子，显示自己的强横。可悲的是，很多国人对这种侮辱已经完全麻木了。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对吗？赵薇没错，就算你犯了滔天的罪行，你能够把别人从网上把它抹掉吗？这是什么权利啊？这是什么权利？然后很多人跑到我那儿去，留言说赵薇这个、赵薇那个，她干了这个干了那个，有关系吗？赵薇干了滔天罪行，你也不能够，也没有权利去封杀她，这没有因果关系，对吗？这网友说的很对，这是我的朋友啊。情况：共产党政府收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几年前，我们公司在某一线著名城市的办公室来了政府税务局的人，直接说政府没钱了，你们补交多少税，你们补交多少税，因为没有一份税单是完美的，赤裸裸的抢钱，非常对。观点：当利害国提过提，当利害国提过提出啊提出共同富裕第三次财富分配的时候，所有赚钱的企业、知名的企业以及先富起来的一群人都要小心了。黑历史、黑材料估计陆陆续续会挖出来，带动舆论风向，这样才能保证在疫情受挫和疲惫的经济大环境下，利害国的国库依然充盈。利害国的国库不充盈啊，利害国的国库已经空了。就算是把这些人的钱搜罗来，国库也充盈不了啊。观点：这种深挖黑历史，如果单纯是因为一件活动穿的衣服而被打成亲日或者其他带风向的舆论罪，还没有进去司法程序，没有审判定罪，然后就先把艺人归为劣迹艺人，否定他以前的所有作品，下架，连名字都搜索不到，牵连甚广。这种处理方式像极了抄家、诛九族的方式，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就是这样。大家记住啊，所有的网友都要记住，这种不道德、不合法的行为，如果我们去容忍它的话，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赵薇的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啊。所以昨天你看我那么多人跑得来给我留言讲这个话，讲这个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支持的。情况：坐标山西，卫生院接种工作人员从明天开始，在街道保健站给本街道未打疫苗人员接种第一针，完成后给卧病在床的人员上门打第一针。信息源统计报回需要上门打针的人员名单。情况：坐标宁波，12岁以上都要打疫苗哦，现在降到12岁，那是人真不够了。情况：上海动员到12岁以上，今天大面积家长会，全市还研究出导师制的新玩意儿，教育网格员。OK。情况：坐标西安东郊，我的孩子开学上初二，14岁，学校要求12岁，包含12岁都必须打疫苗，开学才能报名，而且要拿着家庭成员已经注射疫苗的报告才能入学。这教育部刚刚说过的事，会不会理他？不会理他。情况：坐标广西柳州，今天下午接到村委会微信群里通知，家里有5到11岁的小孩也要安排打疫苗啊，这往5到11岁，那就是人又还是不够。我家小孩今年6岁也躲不过，简直丧心病狂。情况：教育部明确不得将疫苗接种与子女入学挂钩，微博群里一片骂声，都说虚伪，说明在影响到自己的时候，大多数人可以瞬间醒悟。所以其实中国人懂吗？懂，但他为什么还这样呢？我不想呢说那个字，就是一个字，大家自己猜。我不说那个字啊，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一个字。
情况，我父母在天津养老院，今天联系我说，养老院通知，应市局要求，为疫情防控工作完成政治任务如下：在院住养老人，疫苗接种应接尽接，疫苗安全性很高，3岁以上儿童都已经开始接种。如不接种疫苗，按市局要求，住养老人及家属一方未接种，禁止探视。另，老人以后去医院就诊、去银行办理业务都会受到影响和限制，所以建议家属和老人跟党走，听党话，听从党的指挥，应接尽接。好吧。情况，国家卫健委表示，新冠疫苗可作用于2月龄孩子，这是已经丧心病狂了。情绪，刚刚在看王先生讲中共文献的直播回放，真是感叹他们每天都在搞事情、搞词、搞事、搞词，那些创造出来的不知所云的词，听着都要吐了。高中班上有个同学，理科本来学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分文理的时候非要选文科，之后高考考得也很好，上了人大，选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前2天突然想起来这个同学，上网一查，现在在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当博士研究生，还跟着老师去企业宣讲，真不知道他的生活每天是怎么过的。哈哈。怎么说呢？我还有同学专门上党课，但是他上的党课跟别人不一样，他很受欢迎啊。他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个大家在日常面对工作的时候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的党课，我觉得他就是戴了一个党课的帽子所以非常受欢迎，到处请他去讲党课。但我觉得这也挺好，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让这个事情变好一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情况，当国内很多被打压的劣迹艺人，一些对加艺人的粉丝都在嘲笑、欢呼，甚至想多爆点这些艺人的黑料，真的很迷惑。他们不知道铁拳早晚有一天会砸到他们自己头上吗？他不会的。我都永远讲，中共几十年的这个见证几十年来，他的策略是什么？永远那5%，打的永远是那5%，另外95%的人他稳住。所以中共的政策性强，政策性强的是什么？他两边说话，对着那5%讲的一番话，跟对着95%的讲的不一样，然后就安抚这些95%的人，然后还挑动这个人性的黑暗，就是这个红眼病各种把它挑起来。你可以看上网上的那些话不全是网民说的有很多是监狱里的那些五毛说的，所以也不能全信。它带动形成一个潮流就是用这种方式，所以结果是什么？永远他在打那5%，另外95%要么漠视与我无关要么什么？要么拍手叫好，要么还帮着整点黑材料出来这个赵薇还有以前跟王林还怎么着，这多讲点出来。所以中国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被打压的人，被打压的。有一天，他变成了5%的人，其他也认加。他那个时候是明白了，但是为时已晚，因为他已经讲不出来了。就是这个道理。中共一直在用这个方式对待所有的人。我还是提醒大家一句非常重要的原则：没有人是完美的，在显微镜下，在放大镜下，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毛病，都有你不喜欢的地方。记住，赵薇是这样，郑爽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被他们铁拳打到的人，你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大家都差不多。在放大镜下，大家都差不多。所以他有理由铁拳打他的时候，他也有足够的理由铁拳打到你身上，没有区别。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帮助那些被铁拳的人，犯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但是大家明白，中共的铁拳，我们之所以讲它的铁拳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行使他的权利的时候，他是非法的，这就叫铁拳。情况在重庆出台了一系列强迫打疫苗的政策之后，3天前半夜看到一则市民热线痛骂地方政府的录音视频上了快手，说卫健委明确说了不能强迫打疫苗，重庆地方政府居然动用警察在地铁口不准没打疫苗的人乘地铁，这不是在给党中央、国务院抹黑吗？很有策略，骂得对方哑口无言，听得过瘾。可惜第2天这个视频就被和谐。情绪最近一直被家里人说要去打疫苗，我一直拒绝。我在广州上班，地铁站查健康码时，能看见跟我一样没打疫苗的，还是有一些明白的人。我不想拿命开玩笑，从一开始就觉得国产疫苗无效啊。情况坐标天津，小学生已经开始打疫苗，甚至至少河北区正在。天津有河北区啊。情况坐标上海，今天孩子上学举行了线上家长会，特别通知12岁以上的孩子要接种疫苗。这不会是个别学校的决定，肯定是教育局布置的任务，全市统一行动。明天还要线上提交孩子和家长的绿码和行程码。提问：请问王老师，国产疫苗无效，疫苗外交怎么搞得下去？好像不少小国都采购了国产疫苗，非常对啊。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讲中国的国产疫苗，中国国产疫苗其实败得很惨啊，败得很惨。其实国产疫苗外交已经把中国的和一部分小国的外交关系已经搞崩了。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蒙古，蒙古很惨。蒙古人不多，几百万人，所以中国供应的这个疫苗稀里哗啦全打，打完之后大家就觉得没事了，结果蒙古现在这个疫情凶猛啊，非常厉害，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疫苗无效，在蒙古就这疫情非常的严重，有几个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所以疫苗外交其实是一个非常失败、非常坑人的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找一下看一下啊，前阵子啊，情绪当年小庆姐出狱后还能靠演戏还清债务，如今这样的已经进入演艺圈了，非常对。有什么权利？有什么权利去封杀一个议员？对，他吸毒不对，他犯了错，没错，没问题，他是犯了这个错，他为此付出代价。但是你政府部门有什么权利去封杀别人？谁给你这个权利？谁给你这样的法定权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共在作恶。大家不要以为那个议员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你当然你觉得你是没有条件变成他，但是别忘了，在其他领域他一样可以干这种类似的事情啊。情况前几天知乎出现一个热问：国家何时整治互联网高薪现象啊？高薪就是高工资的现象。很多 IT 从业者为此感到心寒，发出灵魂拷问：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来一刀啊？然而这样的拷问还是没能挡住社会主义铁拳。昨天宣布996违法，当然是向社会公平迈出重要一步，但为此担心的是打工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因为我认识的一些从业者，他们的房子就是按照996的时候的工资标准做的房贷，这种神经刀式的执法让他们感到他生活风雨飘摇，吓得够呛。提问：王老师曾经说过，美国大选前，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在美国社会激烈碰撞，
现在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激烈碰撞，是不是中国中央换届前引发的？不是，不是，跟换届没有关系，跟习近平有关系。习近平现在的政策就是各个行业削头部，就是个儿高的把头全磕掉、切掉啊，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至于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矛盾，只不过呢，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哈？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保八”，我当记者的时候叫“保八”，保八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保持在8以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简单的说和苏联不一样，像和俄罗斯不一样。俄罗斯就是直接把它改掉，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你可以看那个时候，苏联解体之后啊，后来的经济改革造成了很多这震荡疗法或者休克疗法，它是把整个的基础挖掉，重新建立它的制度。苏联就是这样，后来俄罗斯也是这样。所以到后来的情况是，整个经济崩溃，整个经济崩溃，然后很多人在路边拿上自己的一点点家当在那儿卖，然后就换点钱去买吃的，就已经国家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中国没有这种情况，中国呢就是为了不出现这种震荡，就不改。不改的后果是什么呢？不改的后果就是这些问题都在，所以中国很多问题都在，没解决。比如说国企的问题都在，没解决，没解决就整个社会付出代价。整个社会付出代价呢，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得保持积极增长才能盖得住，否则你的问题就盖不住。所以保八原来是保八，后来呢就往下掉啊，保六，保八保不住就保六。保六现在呢，其实也保不住。现在其实经济增长也就3%左右，跟这个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差不多3%左右这样的水平啊。当你经济增长只有3%左右的时候，你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跑出来。为什么？原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用钱盖住，有问题没关系，用钱摆平。你比如说社保，社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社保用增长解决社保原来的窟窿，只要我进去的钱比出来钱多，原来有窟窿没关系。但是当你经济增长下来的时候，进的钱就没有出来钱多了，那你这个窟窿原来已经有窟窿，然后你这个窟窿越来越大，你根本盖不住。所以地方政府很多地方的这个养老金也好，养老金出问题，然后就是医院没办法报销社保，所以很多医院倒闭，因为医院很大部分钱来自于社保。当你社保没钱了的时候，那医院不就拿不到钱？拿不到钱，他医院怎么维持？维持不了。所以这就是现在社会所谓社会的激烈动荡，其实就是社会原来的矛盾没有解决的矛盾，没有办法用经济增长来盖住这些矛盾了。那这些矛盾就跑出来，就像刚才有人在知乎上问，什么时候解决 IT 的高薪问题？为什么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其他人薪水很低呀，薪水很低，心理不平衡啊，这是什么问题？这是贫富差距问题。那 IT 人一看这个话题一出来，所有做 IT 薪水比较高的人，那心寒。为什么？房子一个月供3万呐，你这一提出来，我这个吓得够呛。我总共才挣3.5万，我一月交3万房贷，你怎么弄？根本搞不定，搞不定你房子就没了。辛辛苦苦十几年，996十几年下来，终于买了个房子，结果你还说我们高薪，这什么情况？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你现在提出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情况我是严重过敏体质，在三甲医院呼吸科开了过敏性哮喘和胎纤化湿疹的医生证明，
天天被社区上门要我打疫苗，爸爸也天天电话，他知道我哮喘那么严重，还逼我打疫苗，还说也许你不会过敏，我天天难受着坚持，不知道能坚持多久。爸爸还这么说，那你得怼回去。其他人他不体谅你，可以说，那爸爸不体谅，这有点过分啊！你要坚决怼回去。情况疫苗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来看中国出入境发出来的通知。最近这里回国的中国人，尽管已经接种2剂科兴疫苗，需要在家隔离21天，登机前需要指定2家不同机构做核酸检测，是否阴性，再额外加一堆条件才允许登上回国的飞机。回国后还要隔离，如果疫苗有效，需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同胞吗？情况不存在什么明星德不配位，一般认为明星名气大就应该道德完美的就是粉丝自己的问题。狂热崇拜明星与明星有一定关系，但是与粉丝脑残关系更大。你演戏好或者唱歌好，我就听你歌，也看你演戏就好了。关注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我也会觉得他肯定是个人，会犯错误。即使暴露光荣，我也不惊讶，大家都是人，富的人本来就更容易犯错，人之常情。为什么富的人更容易犯错？说明你不是个追星的人啊。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有一句话叫“爱屋及乌”嘛，爱屋及乌是人之常情，所以追星，喜欢一个明星，成为一个明星的粉丝啊，这是个非常正常的人类活动，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包括这个议员，包括球星都是这样。人类社会，你在西方国家最受人爱戴的，要么是球星，要么是明星，不是伟大领袖啊。对小孩子产生影响的，更多是明星跟球星啊，这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只有中国伟大领袖才是必须成为所有人的偶像。情况现在几乎是不太可能和内地朋友聊时事的，因为你说打击明星，他会说偷税漏税是应该的，完全不会想政府为何以前不打击，现在要收。你要说政府又打击，呃，什么审改剧了？他说那些拍这些剧的，比如张哲浩，不就参拜靖国神社？我说中国做明星太难，他说美国也有很多吸毒之类的，就绝对不能说自己国家一点不好，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全世界都一样，好吧？观点很多国人不仅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仇富心态的十分严重，所带来的恶果就是让所谓的共同富裕政策能够有实施的空间，看上去为弱势群体着想，实则是对社会财富的进一步收割，完全就是弱民的目的。因为当富人的资产无法得到保障的时候，意味着人心惶惶将接踵而至。这种数典型打出头鸟的做法，伤害的不仅仅是少部分，更是对大众的警告。那些现在拍手叫好者，便有可能成为下一波的受害者。情况本人从事税务行业，大量影视机构和基金公司使用国内税收洼地转移收入，大量降低税负。现在全国可以秋后算账，新疆当地税务部门居然可以反悔以前税务优惠政策，公司申请注销业务时全面清查补税啊，这就是政府耍流氓啊！提问：市场经济里面，市场配置资源，资本可以任性，但是在宝能和王石的万科之争时候，显然权力力量更大。请问王老师，现在权力越来越任性的配置资源，是不是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弱小？这样的经济会越来越糟糕。不是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弱小，
市场呢是没有力量，市场的力量来自于市场主体，就是说市场有多大的力量，来自于在这市场里面的主体就是企业啊。那么中国的企业在政府的面前呢，就是什么？就是一滩烂泥嘛。所以政府任性跟市场的力量没有关系，就市场中国的市场的力量，也就是市场主体，在政府面前不堪一击呀。所以市场的配置资源的这种能力，碰到政府介入，那这种能力就直接烟消云散了。中国经济会不会因此越来越糟？这种现象由来已久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到现在，政府一直没有搞清楚他该干什么，他不该干什么，他一直在干他不该干的事情。那么以前呢？以前为什么这个现象没那么严重，或者是没那么瞩目呢？以前呢，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所以呢，形成一股洪流，中国经济往上跑，政府也在干那种事情，中国政府从来没停过干这种事情，从来没停过，包括朱镕基，包括这个推动市场改革的朱镕基也干过这样的事，也在不断的干。朱镕基其实不懂经济，朱镕基国家纪委出身，其实他是满脑子全是计划经济，他很想变成市场经济，但是很可惜他改不掉，他脑子里其实装的全是计划经济那套东西，所以呢，他经常一不小心就是计划经济，所以朱镕基也干了很多这种事。除了朱镕基以外，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他更是。所以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干这个，但以前不显眼，因为全世界的钱都跑到中国来，帮着中国市场化往前推，这个一股洪流，中国政府这些行为不显眼。现在大家都跑了，老外全跑了，是国内的这些私营企业也在跑，能跑的都跑了，跑不掉的就眼巴巴看着他干这个干那个呗。所以现在政府的动作很显眼，但并不是说他以前不干，以前也干，中国政府没改过这个问题，一直就没改过，就政府自己给自己搞清楚它的定位是什么，没搞清楚过。情绪坐标海外，最近国内的家人一直劝我彻底回国，说国内才是最强大、最安全的地方，外面飘着，到时候受别人欺负，外国人都仇视中国，被洗脑至此，我觉得很悲哀。但跟家人无法讨论政治，也没有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最近压力很大，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又不想太强硬，惹家人不开心，心里很矛盾。说的也是，这也是个问题啊。有一个办法，就是就是尽量的不要用微信，用太多微信太方便了，他会给你施加压力打电话吧，打电话比较好，贵点，但打电话呢，大家都心疼，讲的话时间比较短你就用打电话的方式，花点钱，反而效果会好一点，你试试。情绪，我妈妈是老粉红，但在其他方面还算理性。前几天我说，中国外交部现在称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妈妈马上说，那政府一定是有他的考虑，一定是对的。我说，你本来对塔利班有一个符合全世界人类正常的判断，就叫普世价值，但一提到中国政府支持塔利班，你就马上像摁了电钮一样，转换一个完全相反人类的立场，这就叫洗脑。他听了以后无言以对，陷入了思考。OK， 好，明谢，DCD， 谢谢，感谢王老师自疫情以来的陪伴，拿到第1个月的奖学金，特请你喝咖啡，谢谢你。好，谢谢我感谢大家网友的支持和肯定，网友给我了很多的支持各种各样的支持。我今天在这个。在我的推特上，有个网友留了一个很长的，写了一篇文章给我，讲他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霸王响指的看法，我觉得写的非常的好，这都是支持都是对我的支持，我非常感谢大家。
无言以报啊，我们尽量的把节目做好啊，专业的提供我们的内容给大家，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